大家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，我是山海。今天我想聊聊大无语的中国男人撒尿事件。最近海底捞陷入撒尿风波，海底捞的火锅里竟然被2名17岁的男人撒了尿，还被当事人录下视频发到网上炫耀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一个吃饭的餐厅竟然变成了中国男人的公共厕所。更恶心的是这件事的后续处理。事件曝光后，顾客愤怒，警方介入，可结果呢？他们在网上被称为男童，海底捞还发文呼吁大家宽容，仿佛真正的问题不是往食物里撒尿，而是消费者的愤怒。网友说得很对，海底捞这么宽容，改名叫尿底捞正好。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男人把随地小便当成一种公共活动，邀请全世界的人来参观呢？这种行为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，是爱男文化千百年来的缩影。从影视作品到现实生活，中国男人的撒尿文化一直都在被强化。这种随地小便的事情不是一日之风，影视剧一直在推波助澜，撒尿文化一直在影视作品里出现，被社会默许，成为一种男性特权的象征。红高粱、疯狂的石头、第20条，数不清的影视剧都在放大这种行为。大家还记得韩寒导演的《后会无期》吗？电影海报里3个男人站在荒野里尿尿，这样脏乱臭的一幕竟然可以作为宣传画面。不得不说，中国的社会环境真的是对男人十分包容。韩寒利用这种镜头是想表达什么呢？一是自由，成年男人随地撒尿不丢人，反而很潇洒，男人可以随时随地做任何事。2是兄弟情，男人一起撒尿是一种兄弟之间的脏臭相吸，是男人对撒尿的荣誉共鸣。这种事如果放在其他国家呢？如果海报上是3个女人，又会收到怎样的评价呢？今年年初刚刚上映大火的哪吒，也安排了主角撒尿的镜头。作为一个春节档合家欢的动画，它不但不教育孩子维护公共空间，反而将撒尿作为一个搞笑元素，从孩童时期就潜移默化地告诉孩子，男生随地撒尿是正常的，是男人身份的表达。哪吒上映后，许多男孩争相模仿，在各大柱子或者门前撒尿，成为现实的撒尿男童。而这不过也被爱男的家庭一笑而过。除去影视作品，中国一些地区至今有喝童子尿的陋习，认为8岁以下男童的尿是至阳之物，能强身健体，甚至童子尿煮鸡蛋这种恶心食物还被包装成民间养生秘方。在这种恶臭的文化中，男人的不文明撒尿行为被合理化，甚至被推崇。小男孩撒尿是天性，不需要管教。成年男人在公共场合撒尿，被默认为是生理需求，没办法的事。就连猫狗都会去固定的地方上厕所，而中国男人却做不到，因为他们从小被放纵，长大当然也不会改。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极端爱男文化的表现。在这种文化里，撒尿竟然也能变成男人展示雄风、展示生殖、表现自己的一种形式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女人身体的污名化。月经被视为可以憋住的不洁，月经期间不能进寺庙，不能祭祀，不能做某些特定的事。带经血的月经巾需要藏好，不但要滴血不漏地卷起来，还需要放入月经巾的袋子，最后才能被扔进垃圾桶。同时，女性排泄行为被羞耻化，也需要隐藏。日本、韩国等地的厕所甚至都会装音机，播放流水声，来掩盖女性上厕所的声音。对男人的撒尿行为放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第一，男性占据公共空间，女性被挤压到边缘。男人可以随意污染公共环境，而不受到惩罚和批评，甚至受到褒奖，这是一种权利的体现，意味着公共空间默认是由男人主导的，他们拥有对公共空间的占领权，而女人往往是被优先排除的群体。工地没厕所，矿井没厕所，考古没厕所，
那女人就会被天然地排除在这些环境之外，因为只有男人的生理需求不是羞耻的，而女人如果要参与这些职业，就必须克服额外的困难。这种隐形障碍让女人在生活选择时被迫妥协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日常生活，高铁不卖月经巾的事讨论了这么久，至今我仍然能刷到帖子说某班次依旧不售卖月经巾，只能用纸凑合，但从来没有人抱怨哪里买不到烟。男人的吸烟需求总是被满足，而女人的身体需求却被忽视，这不仅是方便问题，更是对主体性的剥夺。那正确的抵抗方式是什么？不是默默忍受，适应着不合理的现象，使用纸巾对付一下。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放轻松，不要担心对环境造成影响，而是让经血顺着它该去的路去就是了，自由地随它奔流。真正的传递我们需要在高铁上使用月经巾的诉求。第二，对男人的随地撒尿行为放任，就是在纵容男人更多更严重的不文明行为。男人嘛，随地小便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用这套逻辑就能为一切不文明的行为开脱。随地撒尿可以，男人嘛；拜金求荣可以，男人嘛；随便施暴可以，男人嘛。看看这次的海底捞事件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街上随便撒尿了，他们还要跑到你的饭盆里撒。2个17岁的男人踩在火锅桌，朝着火锅撒尿，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和公共卫生环境的破坏。3月6日，涉事男子发出撒尿视频。3月8日，海底捞才姗姗来迟回应会更换餐具。那么，只要有人在这2天内去过这家店，可能吃的就不是火锅，而是……在事件曝光后，即使他们在生理、心理上已经几乎具备成年人的认知和行为能力，网络平台和海底捞仍然试图用年纪小为理由请求大众的宽容，希望给这2名男童一个成长的机会。而他们现在的惩罚也不过是轻描淡写的行政拘留。对比一下2023年在日本发生的寿司郎舔酱油瓶盖事件，同样是男未成年人，同样是影响公共食品安全的事件，寿司郎立即索赔6800万日元，同时对所有门店进行系统改革，更换点餐系统。一夜之间蒸发掉的168亿寿司郎股票，意味着人们对不文明行为的强烈谴责。而海底捞不仅不强硬处理，不为被影响过的顾客道歉，反而要求人们宽容。这样无止境的包容，只是为更大的灾祸埋下隐患。中国男人随地小便的行为，表面上是生活习惯，实际上却是一种象征。他们有权利无所顾忌地在公共空间做出不文明的举动，对公共空间造成破坏，而女人需要被迫适应。这不仅是卫生问题、文明问题，更是爱男文化和权利的问题。它意味着男人在无形中有了超越规则的特权，而特权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被剥夺。女人不需要再为这种文化宽容，更不需要继续让步。大声嘲笑路边撒尿的男人，永远发声去争夺公共空间，保持愤怒，持续反击，因为这是一场权力的游戏。